来萌兰幼儿时也很叛逆，妈妈拖她去洗澡，她反手就咬妈妈，真是应了一句话：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众所周知，被动的大美女萌萌那可是非常爱干净，容不得自己身上一点点脏，一旦皮大衣弄脏了，自己都会主动去洗干净。所以在她带萌兰的那段时间，萌兰也是白的要死。比如这天，萌兰后背有点脏，萌萌拖着她就要去洗澡。不料萌兰很叛逆，澡那是一点也不想洗，刚好屁屁打湿后就要往外跑。萌萌一看这怎么能行，按住萌兰的身子就要给她洗。就这样，萌萌都才洗了几下，萌兰就跑开了。萌兰跑开后还转头来咬妈妈呢，萌萌疼的就给她洒了一些水，然后一老一少展开了战斗模式。虽然这时的萌兰很叛逆，但不得不说，这都是源自萌萌的宠爱。这段时间也是萌兰最开心的时候，有妈妈呵护和疼爱，她才有叛逆的资本。一番战斗后，萌萌怕弄疼孩子，选择了不还手，萌兰还不依不饶，萌萌反手就是一耳屎。这下萌兰脑瓜子都晕乎乎的，随后萌萌脾气也上来了，心里想着这澡你不洗也要洗，咬着萌兰的脑袋就往水里拖拽。本以为萌兰会老实，哪知道这家伙趁萌萌不注意，转身就朝着石头上爬去。身后的京韵见状都吓坏了，身体赶紧向后退。就在萌萌抓萌兰的时候，眼看三哥要掉了下来，京韵一把拉住三哥，然后对着干妈凶凶。这家伙估计也不想洗澡，所以才帮三哥的吧。然后京韵还咬向了干妈，干妈吃疼后放开了萌兰，反而转头咬住了京韵。虽然萌兰也想救他，奈何双方实力差距太大，自己的力量太小，根本无济于事，自己都差点又搭了进去。好在自己用力挣扎，这才挣脱出去，然后萌兰就跑走了，而京韵则被干妈咬着皮大衣拽向了水池洗澡去了。当年爱宝教福宝下围栏这段视频真的把我感动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福宝在室内爬围栏玩，爬了一会儿，体力不支的他准备下来。平时都有爷爷和妈妈在，所以他一下就下来了。可是这次他们都不在身边，这可难到了福宝。当时的他还小，脚也短，身体放直也够不到地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然后边叫救命边往上爬。听到呼救声的爱宝立马就跑了过来，果然天底下最伟大的就是母爱，并且母爱不分种类。看到福宝吓坏了，爱宝双手展开，保护孩子的同时又安慰他。看到福宝情绪稳定后，爱宝用手扶着他，还鼓励他自己下来，毕竟这是孩子的一门必修课，要让孩子自己克服。就这样，在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，福宝又继续尝试，而爱宝也很耐心地扶着他。期间福宝还是有点害怕，爱宝则是一遍又一遍的在一旁鼓励。最终福宝因为害怕还是不敢下来，爱宝就咬着他的身体慢慢往下拽。就这样，在爱宝的保护下，福宝最终安全落地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。我是不是起猛了？媚珠摔倒后既然说好疼，看来平日里大梁奶爸经常和媚珠说话，这下真让媚珠成精了。前几天媚珠突然发出一声牛叫，没想到几天过去，已经和大梁奶爸对话的有来有回。昨天媚珠在地上自言自语，大梁奶爸问她找谁，媚珠既然清楚的回答找妈妈。该说不说，媚珠的发音随奶爸，不愧外公带的孩子，发音都有一股粤语风。突然，媚珠脚软倒下，下巴都磕到地板了。大梁奶爸问她怎么了，不料媚珠委屈的说了句好疼。这媚珠真是要成精的节奏呀！外公才带了几个月她，要是让外公一直待下去，长大后的媚珠到时候岂不是可以无障碍和游客进行交流？关于大熊猫会说话这件事，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上个月花花在基地时，还会主动叫谭爷爷过来。要说到最会说人话的大熊猫，非初心莫属了。当时游客问他是暮云还是初心，他可以清楚地回答游客自己是初心。你是暮云还是初心呢？初心呢？
小奇迹摸到电网被电出狗叫声，妈妈美香看到后赶紧上前安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小奇迹正在和妈妈玩耍，突然小奇迹站起来，用好奇眼光打量着围墙上的电网，突然他还用手摸了摸，结果被电出了狗叫声，然后就跑开了。美香听到叫声后赶紧跑了过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母爱果然不分种类，当孩子遇到危险时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妈妈。美香来到小奇迹身旁后，打量着孩子有没有受伤，并询问怎么回事。通过一顿猫语交流，美香也了解到了来龙去脉，并安慰起了小奇迹，让他不要去碰电网。被妈妈安慰后，小奇迹立马就不害怕了。看到这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为啥熊猫场地会有露天的电网？实际上呀，每只大熊猫展出区的围墙都很矮，没有电网就很容易爬出去。北洞的萌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为了让熊猫远离外墙，电网是最安全的方式，并且电网电压不高，力度刚刚好，猛逼不伤脑。还有有些大熊猫还摸电网上瘾了，奶爸就给他们换到没有电网的场地。如这个视频中的叶子，就经常摸电网，每次都被电网吓到，但他习惯后丝毫不慌，反而每次去外场展出时都会打卡一下电网。还是老样子，每次都被电吓到，电到后又来摸，丝毫对大熊猫没有身体上的影响。所以有些网友不要乱喷哦，看完视频再喷。除了叶子，你还知道哪些大熊猫摸电上瘾？来，大熊猫真的听得懂人话。太好会了。这只委屈巴巴的大熊猫叫做汪家，它本是一只野生大熊猫，于2007年冬天被管护队员发现于风筒寨保护区。当时它卧在冰天雪地中，浑身湿漉漉，管护人员静等3小时，未见熊猫妈妈回来，怕它有危险，然后就带到了大熊猫保护区。因救助于汪家沟，故取名汪家。2014年开始繁育，到如今已经有了7个子女。当初这只靠越狱卡头而火爆全网的颜慧，便是汪家的第2个女儿。就在前几天，汪家上班时，一来就盯上了载在手中的笋笋，老大的没抢到，他转头就来抢老二的。即使老二把笋笋护得严严实实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笋笋最终被汪家抢走。刚好这一幕被现场的游客拍摄了下来。小的现在 emo 了。看到老二笋笋被抢后，有点伤心的感觉。然后游客就说了一句：“汪家好坏。”太好会呀！没想到游客无心的一句，居然被汪家听懂了。汪家直接愣在了原地，顿时手中的笋笋不香了，表情都是委屈巴巴的。直到最后，看汪家的表情，我感觉他都要哭了。其实这也不是汪家第一次抢孩子笋了，在此之前，汪家带的每一届孩子都有被他抢笋的经历。无论是16届的颜慧，还是20届的嘉阳和嘉柏，都亲自给汪家包过笋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既然有姨姨们说他，孩子的自尊心一下就受到了打击，所以他才会觉得委屈吧。最新消息，萌兰又在预谋越狱。距离萌兰上次越狱已经过去了1年之久。当年萌兰的这起越狱事件，在全网以及全世界都造成了极大的轰动。后来随着北洞的围墙加高，萌兰也安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就在昨天，这不国庆节嘛，就有游客去看萌兰，刚好拍下了萌兰预谋越狱的视频。只见他通过石头成功爬到了这个铁门上。然而在这个铁门上有一个监控，熟悉萌兰越狱方式的朋友应该知道，这家伙在越狱前最喜欢做的就是拆监控。去年他越狱前，他就曾几次爬到监控前去搞破坏。虽然途中他有几次因拆监控而从高空摔落而下，但凭借一腔越狱精神，他摔倒了又爬，最终成功将监控弄毁。所以我看到萌兰这熟悉的行为后，我才说他这是越狱前的征兆，他又在预谋越狱。但从昨天的视频来看，萌兰最终也没能够着监控，然后一脸失落的离开了监控下范围。通过去年和今年的视频相比较，今年监控可触摸的难度确实比去年大了不少。看来北洞的工作人员不仅防火防盗，还时刻在防着萌兰呀。这也是此次萌兰没有拆掉监控的原因之一。失败后的萌兰最后爬到了木架上，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。反正从铁门下来后，他都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。看到这肚子呼吸的动作没？这是很不甘心呀。姨姨们就敬请期待吧，我预估这2天萌兰还会有大动作。为什么这只熊猫妈妈要吼奶妈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这只熊猫妈妈正在带娃睡觉，睡得真香时，突然听到了开门声，原来是奶妈开门来拿娃了。这时这只熊猫妈妈心生一计，爬起来就对着奶妈怒吼，目的也很简单，她好像在表达着你什么都不拿就想带走娃，没门。
5分钟后，懂他意思的奶妈就拿来了苹果。吃到苹果的熊猫妈妈这时的态度立马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刚开始他还这么凶，不让奶妈靠近幼崽，原来是没吃到旺仔苹果呀。您瞅瞅，有了旺仔苹果的他，看着奶妈朝着碗走来，他只是用眼神看了一下，根本没有其他反应。即使奶妈当着他的面拿娃，他只顾着吃自己的苹果。他心里估计想着，苹果是吃到了，娃你就带走吧。哎呀妈呀，这苹果真香！然后奶妈就轻而易举的将熊猫幼崽拿走了。说到用食物换娃的大熊猫，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成大，只要奶妈来拿崽，他先装作不给的样子。一旦奶妈拿出旺仔盆奶后，那是主动将娃送出。此时他的眼中只有盆奶啊，真香！更过分的是，普通的盆奶喝惯了，他还要求饲养员加蜂蜜，不加蜂蜜的盆奶不换崽。饲养员被迫只好加入双倍蜂蜜。成大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后，表情都好像在说这回味道对上了，然后就和饲养员达成了共识。喝上盆奶那一刻，也把娃给了对方。顺顺为何要把床扔沟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顺顺想要把床搬到秋千上来，秋千那么小，床那么大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然后顺顺就在床上翻了一个跟头，结果因为自己太重，使得床失去重心，就这样床不仅翻了过来，还给他脑袋砸了一下，哈哈。这一下把顺公子都砸懵了。想当年，顺公子仅仅因为奶妈而委屈过，差点就哭了。所以顺公子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怒火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就对床大打出手。他心想着，床你要砸我是吧？看我拿不拿你就完了。他先把旁边挡路的东西弄开，然后要着床的一脚就朝着身后移动。就这样，在顺顺的一番操作下，床被他扔到了室内的沟里。这操作咋和天津的二姑奶奶喜乐一样呢？喜乐当时扔的是凳子，顺公子扔的是床。您瞅瞅，直到把床扔到沟里后，他都还没平息怒火，转头把枕头也扔了进去。果然被宠着的孩子都很有脾气。奶妈兰姐听闻后，立马过来对着顺顺就是一顿安慰，并告诉他，既然床敢欺负顺顺，明天就把床换了。在兰姐一番安慰后，顺顺心情也瞬间好多了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顺顺又在床上摔倒了。虽然床换了，但顺公子还是没逃脱滚下床的悲剧。哈哈，看来顺顺这辈子逃脱不了和床的夙愿了，还是熟悉的动作。这新床还没来得及睡，又被顺顺给扔了。太聪明了，糟了。江爷爷真的兑现承诺来看福宝了。以前以为有缘自会相见，现在明白有爱才会重逢。7月4号是福宝的生日，离别了3个多月。江爷爷曾经说过会再来看福宝的，他对福宝说的话就一定会兑现承诺，绝不会让福宝失望。相信很多人都好奇，当爷孙俩再次于相见是什么样的场景？江爷爷是否还会用那福特的声音呼叫福宝？福宝又是否像以前一样飞奔而来呢？江爷爷抵达神树坪基地后，迫不及待去看福宝，但此时福宝正在睡觉，江爷爷没有叫醒他。虽然不远千里而来，而且停留的时间也不多，但他还是忍住心中的思念，直到福宝自己醒来。感动的是，福宝在茫茫人海之中，一眼就认出了江爷爷。福宝看到期盼已久的身影后，激动地飞奔过去，高兴地站起来，趴在墙上跟爷爷打招呼，貌似在说：“爷爷你还好吗？我好想你啊。”此时的江爷爷早已感动流涕。虽然福宝是租来的，但爱不释。江爷爷对福宝的用情，相信很多人都难以否认。而宋侍卫为何不随同前往呢？曾经守护3年的噗噗公主，也是他心中的白月光。奈何福宝与瑞宝、辉宝的生日只隔1、2天，必须留下一人来置办生日会。虽然宋爷爷这次没能来看福宝，但他给福宝认认真真的写下了生日祝福，同时也表达自己不能到场的歉意。江爷爷见到福宝之后，又急着启程回去了。瑞宝和辉宝的生日宴他也必须到场，只是福宝昨天还沉浸在与爷爷重逢的愉悦之中，明天就因爷爷消失在人群中而难过的蜷缩起来。所以世间爱无数，唯有真情最难得。期待江宋2位爷爷下次一起来看福宝。先往高架椅上一坐，还真有点皇帝的模样。俗话说，不想当将军的将士不是好将士。大熊猫国庆虽然有一段黑历史，3岁了还趴在妈妈怀里喝奶，被强制断奶而嚎啕大哭了3天3夜。姑娘国庆，还是一个姑娘啊！听到了国庆的妹妹歌，还有一个落寞的背影。
但往往主角的经历都是非同一般的，还在幼崽时期就吓得篮球明星易建联一身冷汗。吓人，没想到，我就不知道熊猫会叫，突然间叫起来，然后很大声的吼了一下，我当时吓到。而且还是一个妈宝熊，成天到晚就知道喝奶，3岁就跟妈妈体型一样大，坐在一起都分不出谁是妈妈谁是女儿。面对奶爸吐槽，他还做出让你别走夜路的样子。国庆，你害不害羞啊？还吃奶？啊？多大了你？3岁了哦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样一只熊，仅在半年时间就雄升逆袭，开始了独掌天下的皇帝熊升，坐在高价宝座上霸气侧漏，一熊之上万熊之下的样子，谁看了不得喊上一句参见大王。但他却非常亲民，看见姨们在呐喊，他就从宝座上下来，跟姨们挨个打招呼。这一举动深得民心。之前国庆上棚架，因为腿短而过不去，但如今一步就跨过去了。这并不是国庆腿长长了，而是胆量大，直接惯性跨过去的。不仅如此，国庆还能2手支撑，把自己悬浮在空中。若不是他小短腿抖动，还真难相信他有这般力量。就单纯这一点，国庆就有绝对实力坐稳宝座，称大王。最新消息，萌兰又在预谋越狱，距离萌兰上次越狱已经过去了1年之久。当年萌兰的这起越狱事件，在全网以及全世界都造成了极大的轰动。后来随着北洞的围墙加高，萌兰也安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就在昨天，这不国庆节嘛，就有游客去看萌兰，刚好拍下了萌兰预谋越狱的视频。只见他通过石头成功爬到了这个铁门上。然而在这个铁门上有一个监控，熟悉萌兰越狱方式的朋友应该知道，这家伙在越狱前最喜欢做的就是拆监控。去年他越狱前，他就曾几次爬到监控前去搞破坏。虽然途中他有几次因拆监控而从高空摔落而下，但凭借一腔越狱精神，他摔倒了又爬，最终成功将监控弄毁。所以我看到萌兰这熟悉的行为后，我才说他这是越狱前的征兆，他又在预谋越狱。但从昨天的视频来看，萌兰最终也没能够着监控，然后一脸失落的离开了监控下范围。通过去年和今年的视频相比较，今年监控可触摸的难度确实比去年大了不少。看来北洞的工作人员不仅防火防盗，还时刻在防着萌兰呀。这也是此次萌兰没有拆掉监控的原因之一。失败后的萌兰最后爬到了木架上，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。反正从铁门下来后，他都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。看到这肚子呼吸的动作没？这是很不甘心呀。姨们就敬请期待吧，我预估这2天萌兰还会有大动作。您瞅瞅，同届小熊都欺负他，还联手将他给扔到了臭水沟里，甚至有时候3只熊、4只熊一起合力把他扔沟里取乐，扔完后如同逃离作案现场一般，齐刷刷的都跑开了。而当有饲养员在身旁的时候，萌兰表现得又很勇猛，如饲养员收猫遇到困难时，他又主动的帮饲养员收猫。可惜他是个战五渣，收猫不是凭借战斗力将对方打服，然后让其下来，他收猫那是全程在挨打，完全是凭借皮糙肉厚在收猫。要不是奶爸及时出手，萌兰就被这只熊猫给打到地上了。怪不得同届小熊都喜欢欺负萌兰，一是因为他是战五渣，二是因为他喜欢告状，就如我们上学时那些喜欢给老师告状的同学一样。现在再回看萌兰小时候的视频，虽然看了很多遍，但越看越搞笑。这是大熊猫饲汤圆看到萌兰被抬走后的表情，他以为好兄弟被绑架了，当场吓坏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的萌兰正在内场吃东西，吃得老香了。就在他大口而食时，突然2个壮汉走向萌兰，二话不说就动手。萌兰的表现则十分淡定，可是隔壁的饲汤圆开始变得谨慎，他不知道大汉是来干嘛的。画面一转，只见大汉一个动作就将妈妈儿身子放平，然后2个大汉如同绑架一样，就准备给妈妈儿抬出去了。见到大汉如此行为后，饲汤圆紧张地吞口水。此时此刻，他以为萌兰真的被绑架了。其实嘛，这并不是绑架，2个大汉是准备将萌兰抬上车，因为这天萌兰准备离开四川，将前往北洞生活。反正就是这个场景，给饲汤圆以后的熊生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。此时的萌兰被放进了运输笼，坐上皮卡车的他开始慌了，不停呼喊着奶爸，并在笼子中显得极为不安，有种想要挣脱出去的冲动。然后大汉就给笼子盖上了遮阳布。就这样，
蒙兰坐着皮卡车离开了四川，抵达北洞的蒙兰依旧不忘看家本领，常常通过运动来训练自己的力量。后来的事你们也知道了，他凭借自己强大的四肢开始了越狱，也是因此西直门三太子蒙兰一战成名。视频中的画面也是他离越狱成功最近的一次。后面蒙兰的园子就被加高加强了，也再没有了越狱的机会。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生气了，让你骗我，哦。这只让奶爸连忙道歉的大熊猫就是星辉。星辉2009年出生于避风峡基地，刚出生的他比同届小熊都要活泼。正是由于他的活泼好动，经常从大床上摔下来，哎呀妈呀，这老疼了吧？可是就是这样一只小熊，它却是一个战五渣，经常被同届小熊给欺负。别看它经常挨揍，但是在拿捏饲养员这方面，它却有着丰富的经验。有一次，它下班了不肯回家，奶爸便用了36计，准备用苹果将它骗下来。看到苹果后，您猜怎么着？他果然就下来了。就在他以为能吃到苹果的时候，没想到奶爸戏耍他。这星辉也是年轻气盛，心想着你戏耍我是吧？这苹果我也不要了。转头又朝着树上爬去。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生气了，让你骗我，哦。看到星辉爬树的行为，奶爸们彻底慌了，赶紧抓住星辉，然后连忙道歉。就这一个动作，就把奶爸给拿捏了。奶爸不仅道歉，还亲自将苹果喂到了星辉嘴里。这一幕也是把现场游客给逗得哈哈大笑。奶爸又怕星辉闹脾气，最后用公主抱的方式，便把他给收了回去。这星辉也太会拿捏奶爸了吧！卧槽！谁家大熊猫找同班同学要奶喝，同学都疼得直翻白眼了。原来是甜包小北辰呀！因为北辰是基地之花北川的崽崽，这小模样简直继承了北川的美貌基因。因为北川之前不会带娃，还误伤了北霞，所以北辰生下来就没受到北川妈妈的照顾，一直和其他小朋友住在一起。后来有一天，北辰和文静、嘉欣他们合班后，还没有断奶的小北辰居然找同班同学嘉欣要奶喝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同样是宝宝熊的嘉欣脾气超级好，不仅让北辰喝奶，而且都疼得翻白眼了。至今都想不明白，当年蒙兰是怎么说服庆大庆小给他当肉垫的。首先是庆小助他爬窗，然后就是庆大助他越狱。蒙兰在四川的那些年，最大的收获估计就是有了2个忠实小弟，他们不仅对蒙兰言听计从，还十分体恤蒙兰。如视频中，庆小知道蒙兰越狱辛苦了，还给他按摩，甚至后来他们长大了，他们依旧尊敬蒙兰。比如画面中，蒙兰嘴唇发炎，庆小心疼的用嘴为大哥处理伤口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蒙兰在四川待了2年后，2岁时乘飞机回到了北京。至此，四川少了一个三哥，北洞多了一个阳光大男孩。而蒙兰和2个忠实小弟，自从那一别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。三哥依旧是三哥，在北洞凭借越狱，一时间成为顶流。而庆大和庆小却逐渐淡出了熊猫圈，网络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也是寥寥无几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都过得怎么样了。我们来看看庆大，他现在居住于成都熊猫基地，只是他现在不叫庆大，而是改名叫琪琪。虽然当年蒙兰离开四川后，期间庆大还被传出有刻板的行为，但后来庆大的状况得到了重视，有所改善，也得到有效治疗，完全康复了过来。后来庆大因为会表演爬树、会劈叉，还会不停的咩咩叫等等开朗行为，还被当做了全球动物形象大使。虽然曝光少，但现在过得非常不错。作为蒙兰最忠实的小弟庆小，同哥哥庆大一起生活在成都，他现在也改名了，叫做点点。虽然他现在没有流量，要快被大家遗忘了，但从最近他的一段视频中发现他非常健康，只是没有了当年活泼。好希望当年的3小只再次同框呀！我在偷妈妈苹果，结果外公来了。看到外公来了后，小五赶紧飙演技，装作在晒太阳，结果真把外公给骗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外公来给芒仔母子加餐，考虑女儿芒仔带娃辛苦，还特意给他藏了一个苹果。小五看到外公走后，赶紧从木架上滑了下来，
然后一头扎进竹堆里寻找苹果。看到外公走了过来，嗖一下起身，然后飙起了演技，对着外公开始迷之微笑。虽然外公在寻找证据，但小五丝毫不慌，头抬起来，装作在晒太阳。外公没当场抓住，只好作罢离开了。看到外公扭头的瞬间，小五又一头扎进了竹堆中，并且成功找到苹果，然后大口吃了起来。近距离看一下，小五牙齿都还没长齐，怪不得外公不让他吃苹果，吃了半天嚼都没嚼碎，然后就被妈妈发现了。看到妈妈嘴凑了过来，小五一口就把苹果塞进了嘴里。虽然途中妈妈强行争抢，但也以失败告终。然后小五赶紧走开了，来到室内的门前，偷偷的吃起了苹果。哈哈，像不像极了小时候偷吃辣条的你？妈妈不准，躲起来也要吃。最终盲仔还是发现了，但聪明的小五看到妈妈过来，他又准备逃离。靠！大熊猫看到美女这么主动呀，这会不会是哪个兄弟重生变成大熊猫了呀？哎呀，还把美女扑倒在地上，不错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看到他太过分，最终奶爸还是出手了，即使被奶爸强行拉开，他抱着美女的脚不放手。你们追女孩要是这么猛，也不至于单身了吧？看到美女主动的大熊猫，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乐宝了。当年乐宝打黑工的时候，看到美女和汉子，态度完全不一样。如视频中，他还想亲美女呢，结果奶爸劝他老实点，他这才安分了一点。还有一次，有个美女和他合影，您猜怎么着？他看到是美女，拿过手机就主动拍照，结果奶爸都看不下去了，又劝他老实点。这是美女照片中的乐宝，颜值嘎嘎高。我靠，这张中的乐宝还会卖萌。当不是美女的时候，乐宝完全变了样子。任凭对方怎么主动，他就是不动，嘴里吃着东西，心里想的却是赶快拍，拍完下一位。只要不是美女，他的态度都是一个样。尤其颜值还不高的男生，他脸都是偏向一边的。游客花了钱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这些大熊猫呀，看到美女和看到汉子的态度，完全就是两个样。是圆润收二狗下班，简单暴力，咬着脚就用力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二狗和花花都没回去，然后圆润就主动承担起了收娃回家的任务。圆润看到花花卡住脑袋出不来，首先就来收花花，他先对着花花一顿安慰，貌似在说花花别怕，干妈来了，然后叫花花往前挪一挪，毕竟作为过来熊，卡头这方面他还是经验十足。挪到一定位置后，给花花屁股一拍，然后叫花花放心把头伸进去，自己会在下面接住它。花花也非常信任干妈，以倒栽葱的方式准备脱困。最终在母女两熊的配合下，花花成功脱困，而且是有惊无险的落地了。然后圆润走在前面，让花花跟着自己回家。花花也很听话，跟随着干妈的脚步，朝着室内走去了。将花花送了回去后，圆润又来收二狗。可怎么画风好像不对？圆润一来，对着二狗就展示武学魅力，貌似在说下班怎么不回家，快点下来。即使亲妈叫自己回家，二狗也无动于衷，这可把圆润气坏了。接着展示武学魅力，看这情况，圆润这是想强行收女儿呀。果不其然，圆润咬住了二狗的脚，然后就是使劲拽。就这样，二狗被圆润从树上拽了下来。哈哈，果然是亲妈呀，下手就是重。二狗下来后，圆润又教育了他一顿。哈哈，看完圆润收花花，再看圆润收二狗，怎么这么大的差距呢？小时候的萌兰太听话了，谭爷爷一声呼喊，他哼哼跳跳就回家了。这是萌兰小时候在四川的一段视频。当时到了下班时间，谭爷爷发现萌兰没有回来，谭爷爷只是喊了一嗓子萌兰萌兰，他就乖乖朝着室内跑去了，并且边跑边回应谭爷爷。萌兰真的好懂事呀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除了越狱，完全不需要饲养员担心。无论是谭爷爷还是发姑奶爸，或者是美奶妈，只要带过萌兰的饲养员，都夸妈妈儿很听话。事实上，妈妈儿不仅听话，还很努力。在同级大熊猫还不会爬树的时候，他就主动学习爬树，还指挥奶爸看好自己呢。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，妈妈儿的爬树本领远超同龄小熊。还有一次，下班时间到了，有只大熊猫在树上不肯回家，妈妈儿凭借超高的爬树技巧，亲自爬树将对方给收下来。
虽然他是个战五渣，但收猫时他却勇猛无比。试问一句，这么暖心的大熊猫，谁又会不喜欢呢？而他和发姑奶爸一问一答的画面，至今为止都还是熊猫界的一段佳话。60多斤了。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哎，胖儿，胖儿，胖儿，宝贝儿。今年萌兰越狱了几次，会不会是想发姑奶爸了呢？萌大又在作妖了，框框一顿敲门，新奶妈不知情况，赶紧过来查看，然后直接被吓跑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大又来到了熟悉的加餐环节，为了惊动饲养员，他先将门给关上。这么做到目的，主要是让门和铁栏碰撞，从而发出剧烈的声音，就像视频中这样。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在哪学的。然后框框的敲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碰撞声。就这样，一位新来的奶妈被吸引了过来，不知情况的她赶紧过来查看，然后打开门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啥。结果看到萌大在不断敲门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奶妈被吓坏了，赶紧跑去告诉古爹。稀稀49秒后，古爹气势汹汹地走来了，打开门一看，看到萌大又在作妖了。毕竟才给他加餐没多久，为了防止萌大用铁门碰撞，古爹直接就锁门了。哈哈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。而这边的萌大看到紧锁的门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时间过了几个小时后，门又突然被打开了。然后萌大又重操旧业，哐哐的敲门。哈哈，为啥萌大总是敲门呢？食物也吃饱了，我知道了，他这是为了拿捏古爹，给古爹找事做。果然古爹又走了过来，3下5除2就把门又锁了。萌大这孩子真疼人，怕古爹失业，特意给古爹安排了一个关门的事。